师傅，没事吧？没事。真真啊，你拿把匕首来，先帮我把箭头取出来。好。忍住。哦，袁家生怎么样了？我马上去找他。爹，不行啊，师公，不行啊，师公！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官兵的暗哨，师傅只要一现身，必定遭人毒手。师傅他也想见您，但是如何见面？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仔细斟酌一下。对啊，爹，我们还是要从长计议。哇，好啊，射雕不成，反让雕给钳了眼。这回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哎呀，谁想到他半道又杀出个陈真来，都是属下无能。雕都飞了，杀之计能补偿吗？为今之计，全城围捕，格杀勿论。还不快去呀！是。哎呀，想不到萧师爷的手艺这么好啊！少爷，您过奖了。少爷这几天为了霍元甲的事儿，夜不能眠。老奴看在眼里啊，一心只想着能为少爷分分忧。你知道霍元甲现在在哪里吗？哟，这个，他就在这个澡堂里。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有少爷的龙威在，那霍元甲就是再借他几个胆儿，他也不敢来。这里用力点。哦，这儿啊，哎，好，哪间房搓澡舒服啊？四季发财那间。龙海生也在这里，一切小心。客官气色不错啊。怎么这么轻啊？用力点。娘还好吗？别转身，隔墙有耳。你娘还好。那云姐、大嫂还有2位哥哥怎么样？家里的事你放心。你的伤呢？啊，皮外伤而已，很快就会好的。是不是真的？给我看看。爹。臭小子！哎，啊，那天爹把你绑去衙门，你怪爹吗？就算您不帮我，我自己也会去投案的。爹，我有个请求，您一定要答应我。我不许你去找龙海生报仇。爹，龙海生他如此嚣张，王法哪里管得到他？谁在喊我名字？啊，少爷啊，没有啊。这几天我总感觉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，真是阴魂不散。去天津的事情，你考虑好了没有？爹，我还是放心不下，尤其那个龙海生。谁喊我名字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走啊，师傅。
再不走来不及了。哟，霍老爷，您也来洗澡啊？你不也是吗？哎，你儿子干了那么多好事儿，你也该洗洗了。我父子俩加起来的好事，还不如你一个人多。好，慢慢享受啊。走，哎，走走。师傅，霍老爷一个人在那儿，他不会有事吧？今天不会有事，不过以后就不知道了。站住！干什么？我报官啊！报官呢？跟我来。哦。师傅，陈真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哎，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怎么样？哦，我还好啊，都办妥了。哎，你怎么那么久才回来？外面风雪大，雪不是停了吗？山上没有下，山下下的可大了。不要说那么多了，来吧，先吃饭。哎，给。哦，哎，你手怎么了？我的手上山开路的时候被树枝割到了，没什么。等一下上山帮你找点草药给你敷一下。不用了，师傅。哎，晨晨，吃完之后换上。拿着呀。龙少爷，他们就在这山上。我今天要把霍元甲的尸首送到霍家，给我搜，搜！师傅，今晚上可以洗个热水澡了。真生、陈真，你们两个跟我出来。走啊！陈真呢？师傅，什么事儿啊？这次去天津路途遥远，我有点担心，能不能下山？就算下得了山，能不能上船？就算到了天津，又会怎么样？所以，我想将自己所学的，抓紧时间传授给你们。师傅，我们以后有的是时间跟您学功夫。时间不多了，你们跟我练过武，我知道你们都是好材料。不过练功呢，每天都要勤加练习，切不可操之过急。霍家拳第一式，陈真。师傅，伤口没事吧？师傅肩上的伤，是因为替我挡剑，
他的伤是带我受的。快跟上，快跟上！陈真，跟上！先埋伏起来，天黑再动手。是。来，上，上，快！师傅，师傅，有官兵！走啊！快！放箭！智胜，走啊，走啊！不许开枪，抓活的，追！快追，快追，快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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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陈真，带智胜先走。师傅，你呢？你们快走啊！走！抓活的！抓！你在这里休息一下。陈真，你一定要去把师傅救回来。放心。师傅，走啊！对不起，师傅。今晚发生所有的事，都是我的错。陈真，你这个叛徒，你！我对不起以前的师傅，也对不起现在的师傅。真生，对不起，我心里很乱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陈真，你还是人吗？师傅这样对你，你还是人吗？这个还给你。我只想告诉你，你以前的师傅和现在的师傅都不希望你变成现在这样。
陈真，陈真，陈真！师傅，师傅，我找你很久了，怎么不帮我报仇？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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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偷包子是吧？啊，不关我的事啊！你是不是他大哥呀？什么大哥？走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放手！知道我们是干嘛的吗？干嘛的？斧头帮的。哎，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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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等着，你等着！喂，还我2个包子！喂，别追了。师傅，我看还是赶快去找我那位朋友吧。啊，好啊好啊，走。哎，霍师傅，你们几个可回来了？今天有没有找到事情做？怎么找都没有人请我们。唉，是啊，我们只要1半的工钱都不行。哎呀，你别说要1半工钱了，就算你1分钱不要，他们也不会雇佣你们的。我早就知道有这种情况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嗨，很简单啊，那些地方只雇佣斧头帮的人，你们又不是斧头帮的人，怎么能用你们呢？斧头帮？是啊。这我们做工还要加入斧头帮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想要有钱赚啊，不光啊要交给斧头帮一笔入帮费，还要给他们工厂里面的工头一笔感谢费。他们那些人啊，专门欺负老百姓的。哎啊，大安，你是本地人，帮我们想想办法。等我想想啊。哎呀，对了，就凭你们几个的武功，我带你们去个地方，一定有事情做。上回啊，东北来一大个，真厉害，大个啊！来了，打！大安，他们是不是在赌那2个人的输赢啊？对啊，只要你赢了，就有2两银子；如果下了彩头啊，赚的更多。师傅，我们干这个不太好吧？有什么关系啊？赚钱要紧呐！霍师傅，如果你出手啊，一定能赚很多的钱啊！不行啊，大安，用这种方法赚钱，我看不适合我们几个。陈真，我不想打，你呢？我想试试。哎，没关系的，既可以和别人交手过招，又可以赚点钱花啊！好吧，增长一些实战经验也是好事嘛。不过千万要小心。走，陈真，我带你去报名。哦，好。上场者生死由命，怎么样？明白了吗？好，
开始。陈真，打他！打得好，陈真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！来哦！打得好，陈真！陈真胜！是这样。行，记住了。哦，再来。哦，来，就从那招开始。霍师傅，霍师傅，大安，霍师傅，好消息啊，霍师傅！什么事啊？这下你们不用再去外面找事情做了。外面有20多个孩子来我大安武馆学功夫，我想请您教他们。大安，你家的武馆我来教不太合适吧？哎，霍师傅，我这几下子怎么能跟你比呢？你要是肯教啊，我大安武馆肯定能成为天津1等1的武馆。师傅，你在这教功夫，陈真出去打拳，我再出去打点零工作，咱们在天津吃喝不愁了。好啊，那就这样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大安武馆就要开张了！陈真，你没事吧？能不能坚持下去？这不行了，不行就算了。就是这么打下去，陈真会没命的。陈真，泰拳太凶猛了，不能硬拼啊，把他甩出去。我有办法赢他。我听说过几天陈真的对手是东北的一个大个子，打拳很厉害的。如果我们真的能打赢他，奖金可以翻10倍啊！不过行了行了，不要说了。陈真不会参加这场比赛。师傅，我没事啊。哎，陈真，你现在不能去。我可以。你们2个先出去一下。走。师傅，我知道，勤练功是好，但是也不能逞强啊。师傅，你不是说实战经验最重要吗？我是跟你说过，但不要急于求成。你是不是还想着报仇啊？没有。师傅，你是不是还不相信陈真？既然这样，你何必把我留在你身边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做了我的徒弟，我当然希望你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你休息吧。师傅，你放心吧，我去参加比赛，多磨练磨练。等我武功练好了，我一定给你报仇。人家斧头帮这么大的势力都来求我，哎，再说啊，大家都是兄弟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再一个，他们答应我，输掉了照样拿钱。哎，我怎么说也要给人家个面子啊，只好就答应了。大安，比试武功不能弄虚作假，就算我答应了，师傅也不会答应的。陈真，
人家斧头帮跪下来求我，我也只好跪下来求求你了。这次比赛只能输，不能赢啊！哎呀，快起来再说吧。不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我陆大从来就没有求过你，你这次一定要答应我呀！你还是起来吧，反正不会答应你。真真，我实不相瞒，我欠斧头帮好几百两银子，要是明天不还，我有多少个脑袋也不够砍啊！你这阵子特别多人看好，只要你输了，斧头帮就会赢大钱，我欠他们的也就一笔勾销。真真，我求求你，就输掉这一次，以后赢他100次好吗？我求求你了，真真，真真，我求求你了，真真，真真。没问题了。臭小子，你赢不了我的！陈真，你还手！你为什么还手啊？陈真，我看他已经尽力了。陈真，你没有尽力，你起来，打他！陈真，陈真，他已经尽力了，起来呀！陈真，陈真。王老板，这个静海人，我看是输定了。这个人一直在防守，并没有进攻，好像执意要输。可我看，他的功力远在他对手之上。虽然现在处于下风，但是步伐并没有乱。李兄啊，我们来打个赌如何？王兄，我已经压下了重注，也不在乎你这点小钱儿，还是你自己留着吧。这可就难说了。这个陈真拳法很奇怪，出拳要3米，心要敏，随机应变；眼要敏是预察机宜，而手要敏是先发制人。这陈真都做到了，可怎么像一时之间打不出来似的？看来是诱敌深入啊。王老板，看你说的煞有介事，不知道的人呐，还当你是武学名家呢。李兄见怪了，恕我王某无礼。陈真，你还手，你打他！陈真，还手啊你！陈真！起来！你起来呀，陈真！打呀！陈真，起来打他！陈真！陈真，给我狠狠的打！
你不是说不还手的吗？啊！你给我记住，中国人绝对不能叫中国人是病夫，你知道吗？陈真胜，陈真，好样的！哎呦，几位老大，哎呀，没想到你们在这儿啊！我告诉你，卢胆，明天不赔我们200两，我要你的狗命！呸！走，走，走！哼！什么？大安让你输给那个大个子，为什么呀？咱们师徒3个吃他的住他的，本来我都答应他了，都是那大个子欺人太甚，我只好打他了。打赢了是好事，可是大安答应了斧头帮，我怕以后会惹上麻烦。对了，大安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师傅，要不我去找找他好不好？不好了，快起来吧，大安出事儿了！哎呦，什么事儿啊，马大嫂？今天早上本来我要他跟我逃走的，可是啊，刚到码头上他就被斧头帮的人抓走了。哎呀，算了，他要是回来啊，叫他不要来找我了。哎呀，师傅，快走！啊！不要！不要！欠我钱，不还钱，你还敢骗我啊！不要！不要！干什么你？我们来找人的。说，陆大安在哪里？在里面，把他的招给我剁了！什么人？陈真，救我！陈真，陈真，救我！你们俩是来干嘛的？哼，你问的真奇怪，难道我来这里喝茶吗？就凭你们俩，也敢来斧头帮救人，真是天大的笑话呀！给我砍！住手！救我！别过来！我杀了他！你敢？开门！开门！快开门！胡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让开！师傅，师傅，霍师傅，英雄饶命！饶命！饶命啊！饶了你可以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许在自己的土地上欺负同胞，尤其是老百姓，懂吗？一定！滚！我们走。这是药方，按照这个抓就行了。师傅，我去抓药去。麻烦您了啊，请。
霍师傅，我陆大恩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，只会吹牛，而且我特别胆小。这次你们来天津，不但没有招待好你们，反而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。我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练武，可是我没有好的师傅，我人本来就笨，怎么也练不好。现在我真的像废人一样。现在我们俄国人与日本人都对东三省势在必得。这里有一份东三省的绝密情报，你一定要安全的送达。先生，咱们被日本人盯得很紧，不少情报人员都被杀死了。所以要那个中国人替咱们送情报，另外派2个咱们的人暗中护送。是。赵姑娘，麻烦你把这包衣服交给广元客栈的老吴。啊，这是你的工钱。瞧您说的，不用客气。啊，那就辛苦你了，今天务必送到。好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李管家，刚才有人抢这个包袱，还开枪啊！啊，那这个包你看过没有？我没有啊，这包里装的是什么呀？我不送了。没什么，就是些衣服。这个世界呀，可真不太平。你既然不送，我再找别人啊。哦，我先走了。好好好。李管家，李管家。三节棍。哎，大安，你醒了啊？醒了。怎么样，喜不喜欢？太喜欢了，哪儿来的？啊，上次你不是说你想练三节棍，又嫌兵器部的三节棍太贵了吗？我师傅昨晚上连夜给你做的。啊，真棒！霍师傅呢？啊，师傅，霍师傅，怎么样？喜不喜欢？很喜欢。大安兄弟，你要记住，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这是成功的第一步。都好了，你教我。春巧柔，八卦陈刚，六合多变，形意玄雄。你们合起来，我可就不敌了。但你们会合起来吗？在座的这位可是宫本，快把我们的会旗还回来！你们的掌门怎么都没有来？对付你，不用我们掌门出手。呀！
们4大门派平时就趾高气扬，难道我怕你们不成？哎呀，不要吵！现在是大敌当前，不是一致对外，反而自己的人先打起来了。啊，要坐下，都坐。陈会长，你们咏春派也被宫本这么欺辱，有什么打算呢？这个仇，当然要报。不过，这个东洋人对中国武学是颇有研究，深不可测。咱们要是这么贸然的前去报仇，只能是自讨其辱。他宫本既然挑战的是天津武术同人，我看这件事也不是你我能够说了算的。不如广发英雄帖，召集天津的同仁，一同研究对策。大家意下如何？好吧，那就听陈会长的吧。我先接他走了，再见啊！再见。回家以后啊，要把今天学的内容再复习一遍啊。嗯。你们要干嘛？把孩子交出来！快！站住！站住！快点！站住！站住！别动！走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那就好。哎，他们到底什么人啊？啊？哦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叔叔，叔叔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……哦，真不好意思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可能是拐卖小孩的吧。我们教会学校最近有好几起呢。哦，那你是老师啊？我不像吗？没有，我一直以为老师都是男的。啊，对了，先生，今天多亏了你，谢谢你。我们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！这什么名字？姓什么？花姑娘，姓花。你是什么人？请问，哪位是天津武术总会会长陈少明掌门？我就是。在下宫本一郎。今天特来给陈掌门下战书。陈掌门代表天津武术界，我代表大日本武术界。3天后我们决战。好你个宫本，这会棋的账还没跟你算，你倒自个儿找上门来了。哼，你们中国人喜欢以多欺少吗？好了，
不能让日本人看笑话。陈会长，你和不和我比武？你以为你想和谁比武，谁就和你比武吗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代表大日本武术界，所以当然要找一个在中国武术界响当当的人物和他比武才可以。哼，我答应你，咱们3天后见。多谢，告辞，请。您放心，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尊严，不成功便成仁。哎，晨晨，那女的是谁啊？她好像认识你啊。哎，是不是那个叫王秀芝的姑娘？哎，行了，哎，果然很漂亮。哎，你小子艳福不浅啊，走了桃花运了吧？啊？哎呀，这孩子，永春派陈绍明前来讨教。在下宫本。分碎不易。这是民族英雄霍元甲与日本武士宫本一郎的生死对决，双方签下生死文书，比赛也随即开始。由于永春派的掌门陈绍明与太极宗师冯坤的相继落败，此时的宫本一郎可谓是无比嚣张，再加上他对中国武术也十分了解，很快就给霍元甲来了一个下马威，把他重重摔倒在地。完事后还不忘补上一发香港脚，霍元甲迅速出脚起身反击，顺势使出一招神龙摆尾，怎料腹部突然传来一阵剧痛，只因他前不久深夜逛街时被东洋大妈捅了一刀，至今还未痊愈。台下的弟子见状也是为他捏了一把汗，而宫本并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，再次与霍元甲展开拳脚对拼。此时的霍元甲虽经验尚浅，但他的领悟能力极强，从先前两位前辈与宫本的对战中发现了破局之法。宫本看霍元甲不好对付，只好使出全力发起猛攻，尽管他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可依旧被霍元甲狠狠拿捏。霍元甲仅凭一招横扫千军加侧踹，就让宫本给他拜了个早年。宫本无计可施，只好使出终极必杀技。霍元甲回想起两位前辈用血换来的经验，对这一招已经烂熟于心。只见他侧身躲开的同时，紧接一个大力回旋踢，宫本瞬间倒地，不敢继续嚣张。在场同胞无不雀跃欢腾。虽然取得了胜利，但霍元甲的脸上却看不出一丝喜悦，毕竟这是一位武学泰斗用生命换来的胜利。从此，霍元甲在天津一战成名，而宫本作为一名日本武士，输掉了比赛，就意味着给自家天王蒙羞。最终小刀拉肚皮，送自己去见了太奶。东洋特务头子王希文把宫本的死添油加醋写成小作文，让手下王秀之寄给宫本的师兄伊藤，想让他来除掉霍元甲，同时还提醒王秀之要好好利用陈真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陈真在街上闲逛时无意中救过王秀之，可那时的陈真并不知道王秀之的特务身份，长期的相处让陈真对他暗生情愫。王秀之决定顺水推舟，他知道陈真一直处于矛盾之中，不知该不该刺杀霍元甲，为过去的师父报仇。于是他话里话外都暗示陈真勿忘初心。陈真思索再三后，决定趁霍元甲有伤在身，发起复仇之战。与此同时，霍元甲久久未见陈真回家，来到教堂四处寻找，岂料陈真早已在此等候多时。
你想报仇？陈真默不作声，像发了疯似的冲向了霍元甲，每一拳都像在寻求一个答案。他害怕自己一旦犹豫，就再也无法对霍元甲下狠手。霍元甲见状也不想还手，对陈真内心的愤怒照单全收。出招！怎么不还手？陈真见霍元甲沉默不语，再次挥舞拳脚攻向霍元甲。霍元甲依旧不断格挡，没有还击，且一直为陈真的武功纠错。你心神不定，出手无力，脚法不稳。岂料下一秒，他就被陈真一脚踹飞数米。陈真冲上前去，问出了藏在心中多年的疑问：说，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你是不是怕我报仇才对我那么好？霍元甲认为陈真为人正直讲义气，还是个练武奇才，希望他能把中华武术发扬光大。陈真听后心态直接爆炸，为什么自己的仇人偏偏也是一个好人？还好霍元甲的2名弟子及时出现，想要阻拦陈真继续撒泼，岂料霍元甲竟让他们住手。出来行走江湖，迟早是要还的。陈真二话不说，掏出40米大刀，冲向了霍元甲，把他按倒。霍元甲随即从兜里掏出1颗花生米，这正是陈真当初用洋枪暗杀霍元甲时留下的。就因为这颗子弹，你我才结下师徒缘分。我本想等你答应我之后送给你，但是不需要了。陈真听后十分愧疚，决定彻底放下仇恨，向霍元甲认错。霍元甲不希望他活在仇恨里，这样他的武功只会止步不前。于是霍元甲将代表自己的衣服抛向空中，陈真心领神会，甩出飞刀，与霍元甲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。此后他们师徒4人来到北京，又会遇到怎样的对手？我们下集接着看。我是世界第1大力士，欢迎你们东亚病夫上来较量。我是世界第1大力士，欢迎你们东亚病夫上来较量。千万别小看这个俄国大力士，因为他只要稍稍用力，林家的顶梁柱瞬间就要离家出走。他是战斗民族请来的打手霍夫曼，为的就是打败民族英雄霍元甲，灭我们国人的威风。岂料这天，一个年轻人登上擂台，摆出架势就要和他比划比划。不曾想，对方犹如铜墙铁壁一样无法撼动。正当年轻人被霍夫曼高高举起时，台下的陈真俯身冲上擂台，蓄力一脚踹向霍夫曼。本以为年轻人就此得救，没想到霍夫曼突如其来的一脚，将他狠狠地踢下了擂台。就连陈真也没撑过几回合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招式都沦为了花架子。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。此时台上的霍夫曼还在沾沾自喜，却浑然不知自己惹了不该惹的人。原来刚才的年轻人正是霍元甲的堂弟霍元勇。他的父亲霍怀山得知此事后，决定孤身一人迎战霍夫曼。别看他如今年过半百，说话还尖酸刻薄，武力值丝毫不输年轻的霍元甲。我用我的密宗拳，5招之内定胜负。面对这个集百家所长的后辈，霍怀山竟在5招之内就轻松击败了霍元甲。完事还不忘指出他的缺点：万事万物都是相生相克，各门各派的武功搭配及取舍，达到融会贯通，而不互相矛盾，才能登峰造极呀。霍元甲也是从这时开始明白二叔对自己的良苦用心，于是他更加不想看着二叔白白送死。可是霍怀山却说，为了武馆，为了民族，就算是粉身碎骨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因为只要多犹豫1秒，就可能多一位同胞惨死在洋人手中。还有谁来？来呀！霍怀山见此情形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。他不顾家人的阻挠，飞身一跃登上擂台。尽管对方身高250，他也没有丝毫退缩。岂料对方一上来就口出狂言：“老头，回去吧，免得送死。”霍怀山则轻蔑说道：“哼，你这畜生！”中文只有婴儿水平的霍夫曼轻信了身旁的翻译，还以为对方在夸自己。你知道我是畜生就好。此言一出，瞬间哄堂大笑。霍夫曼见状，终于意识到自己被羞辱，无能狂怒后乱拳向霍怀山袭来。立宗拳与西洋拳的较量就此展开。霍怀山凭借多年的习武经验，使出一招掏心窝子的寸拳，不曾想对方却毫发无伤。缠斗间，霍怀山不慎被抓住脖颈，他瞬间攻其关节挣脱束缚，紧接腾空双腿将霍夫曼蹬飞10米开外。此时全场掌声雷动，只有霍怀山知道自己撑不了太久，而霍夫曼只是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便再次对他发起猛攻。霍怀山因躲闪不及，被对手抱住腰腹，一个抛摔接飞身肘击，差点让他饮困西北。虽然侥幸躲过一劫，但此时霍怀山的蓝条已经见底，只能一味格挡，无法还击。霍夫曼趁机使出一招怀中抱妹杀，眼看自己危在旦夕，霍怀山只好使出铁头功挣脱束缚，岂料被对方一记重拳打倒在地。霍夫曼乘胜追击，紧紧勒住霍怀山的脖子，使出自己的终极绝招人形腰带。随着一声怒吼过后，霍怀山再也没了反抗之力，被霍夫曼甩下了擂台。弥留之际，霍怀山把对战经验都告诉了霍元甲，并把自己的儿女和武馆都托付给他。霍怀山始终坚信霍元甲的迷宗拳将来必定会大放异彩。现在国人积弱，身心沦丧，你不光要让他们强健体魄，
更要唤醒他们的灵魂。说完，他便含恨而终。霍元甲在二叔的灵前发誓，一定会打败洋人霍夫曼。与此同时，一个神似高启强的年轻人，因刺杀朝廷命官未遂，在逃跑过程中误入霍家武馆。本以为他是卖鱼的，没想到他竟是兴中会的头子农敬孙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推翻清政府，复兴中华。在得知霍元甲要对付洋人后，农敬孙便用自己的知识为霍元甲解析破局之法，就像杠杆原理一样简单。再加上先前二叔对他的指点，你们觉得霍元甲可以打败洋人，为国争光吗？让我们下集接着看。霍元甲，你终于出现了！我今天来是为了告诉你，稳下擂台是什么滋味。我今天来是为了告诉你，稳下擂台是什么滋味。俄国大力士到底有多嚣张？仗着自己力大无穷，一身腱子肉，竟公然在京城摆下擂台挑战中华武术，天天在擂台上祸害我国同胞，就连山鸡割眼的陈真也不是他的对手。陈真，你没事吧？霍元甲的二叔霍怀山为了民族尊严前去迎战，却因年事已高力量悬殊，最终惨死在大力士霍夫曼手中。此时的霍元甲已经忍无可忍，国仇家恨促使他上前迎战，比赛也随即开始。只见霍夫曼像洪水猛兽般向霍元甲发起猛烈进攻，霍元甲凭借灵活的身法一一躲过，岂料一时不慎被对方揪住辫子，霍元甲迅速转身一个回手抛，再接一个扫堂腿，将其撂倒在地，还免费帮他理了个发。霍夫曼似乎对发型不太满意，于是再次撒泼攻向霍元甲。霍元甲则双龙出海切他中路，但手感就像以卵击石般不起作用，还被对方抓住空档紧紧锁喉，想要顺势将他抛出擂台。霍元甲一个后手侧翻，挣脱束缚的同时反擒对方胳膊，没想到对方转身就是一个大土狗，使出蓄力一击，把霍元甲打趴在地。台下的徒弟们见状都胆战心惊，却不知观众席上有人正虎视眈眈，准备伺机开枪暗杀霍元甲，想要嫁祸给俄国人。此时台上的霍元甲正处于劣势，马上就要死在对方的必杀技下。突然霍元甲一把抱住了他，对其面门使出连续普通拳，霍夫曼瞬间乏力被掀翻倒地，现场瞬间掌声雷动。霍元甲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，紧接又是一套连环鞭腿攻其下盘。情急之下，霍夫曼抱住了霍元甲的大腿，不曾想霍元甲妖力惊人，起身就朝着他的太阳穴来上2巴掌。霍夫曼瞬间漏洞百出，中门大开，更是被霍元甲骑在肩膀上，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。最后一个后空翻，将其摔至擂台边缘。可霍元甲仍不解气，借为绳之力将霍夫曼送回擂台中间，然后腾空使出武林绝学乌鸦坐飞机。至此，俄国大力士再无还击之力。霍元甲也用自己的实力在洋人面前证明，我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。霍元甲继打败宫本一郎后，再次为国争光，名扬京城。就连提督大人也想邀请霍元甲就任新军武术总教头一职。霍元甲见盛情难却，只好答应。没想到老教头却不服气，非要与霍元甲切磋2招。如今的霍元甲早已集百家所长，再加上二叔的指点后，武功早已今非昔比。他的迷踪拳不但变化多端，且迅猛有力，极其稳健。老教头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虽然心有不甘，怎奈技不如人，只好把职位拱手相让，就此离开。可就在新兵训练的当天，霍元甲竟碰见了久违的挚友农敬孙。原来他要与提督大人联手，在阅兵仪式上刺杀慈禧和光绪帝，从而推翻清政府，创立共和政体。不曾想，就在两人商讨细节时，一个蒙面人突然现身，挥刀径直砍向提督大人。有刺客！危机时刻，霍元甲及时出现，以其周旋。两人交手时似乎认出了对方。蒙面人见状没有继续纠缠，而是选择跳窗逃离了现场。那么这位蒙面人到底是谁？欢迎留下你们的看法，我们下集接着看。睁开眼吧，小心看吧，那个元神路。慈禧、光绪，一个不留。眼前这个酷似强哥的男人，正与朝廷乱臣商讨反清大计，岂料中途却杀出一个蒙面人，二话不说就提刀向他们袭来。有刺客！危急时刻，霍元甲前来救场，两人交手数回合后，他们似乎认出了对方。蒙面人犹豫片刻，选择跳窗逃离了现场。霍元甲心存疑惑，紧随其后，来到一处荒郊野岭，可蒙面人早已不知所踪。就在他松懈之际，蒙面人飞身一刀朝他袭来。霍元甲迅速格挡下马迎战，此人刀法凌厉，迅捷勇猛，绝非等闲之辈。霍元甲明显不是他的对手。师傅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把那些狗官看家护院，不配做我的徒弟。原来此人正是霍元甲的师傅大刀王武，同时也是维新六君子谭嗣同的保镖。当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，就是这位提督大人中途倒戈投靠了慈禧，如今又与兴中会勾结，想刺杀光绪帝。王武本想暗中铲除祸根，为六君子报仇，岂料中途被徒弟打断了施法。霍元甲对朝政之事并不了解，可他知道自己对师傅有所冒犯，于是选择放弃抵抗，跪地受罚。王武并没有为难霍元甲，毕竟是自己花了10余载培养的弟子，他不想霍元甲像其他的江湖中人一样，将一生虚度在名利和争斗中。我只是希望团结武林各门派，交流武学的心得，然后将我们的武学精神发扬光大。
就这么简单。王武听后也十分欣慰。霍元甲说，他之所以在提督府上出现，纯粹是受好友农敬孙所托。解除误会的两人很快便离开了此地。殊不知小日子一直在暗中监视着他们。安顿好师傅后，霍元甲受邀来到提督府，对方一上来就拿出搜捕令牌，希望他能早日抓到刺客。农敬孙看出了霍元甲的难处，希望能与大刀王武好好谈谈，想劝其暂时放弃刺杀提督大人。没想到两个朝廷要犯此刻竟为了朝廷的存亡开始了辩论赛。二人与霍元甲皆为汉人，王武认为只要爱国爱民就是明君，错的只是慈禧，和光绪帝无关。而农敬孙则认为朝廷早已腐败至极，只能通过革命去改变国家的命运。尽管两人的观点最终无法达成一致，但同是爱国之人，王武也敬他是条汉子。这是条汉子，你带我送送他吧。可就在当晚，王武在睡觉时竟遇到了刺客。幸好他在白天就察觉到异样，因此提前有所防备，三两下就解决了所有刺客，还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兴中会的旗帜。而这一切都是小日子的栽赃嫁祸，他们留下了一个关键证据，这是东瀛忍者的迷烟。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农敬孙希望把计划提前，还提出想要保住光绪帝。提督大人当然不肯答应，万一造反失败追究起来，他不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吗？思索再三后，农敬孙也只好按原计划进行。没想到他前脚刚走，提督大人就和日本特务有说有笑。原来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利用谋反的幌子，把革命党一锅端了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都被房梁上的王武听得一清二楚。王武本不想插手此事，可念在农敬孙是霍元甲的挚友，更是一条爱国的汉子，他最终还是留下了一封信，向霍元甲说明了此事，然后马不停蹄前往约定地点，想要拦下农敬孙，但他似乎并不领情，还认为是王武为保住光绪帝捏造的借口。与此同时，提督大人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直到炮声响起的那一刻，农敬孙才幡然醒悟，可一切都太迟了。多亏霍元甲看到书信的内容及时赶到，三人最终有惊无险脱离了困境。经历此事后，他们开始理解彼此，纵使爱国的方式不一样，却又殊途同归。为了报答王武的救命之恩，农敬孙暗中派人刺杀了提督大人。好，杀得好！这条辫子就是从那个小人提督头上剪下来的。哼！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两人竟想擅自拆除震天牌楼。要知道，这座牌楼可是当地百姓为纪念林则徐的禁烟事迹所修建的，但这无疑对侵略我国的洋人是一种羞辱，因此他们才费尽心思要拆除牌楼。那么霍元甲师徒俩又将如何应对？我们下集接着看。